上周六，韩国首尔的知名景点梨泰院商圈至少有10万人群聚欢庆万圣节，后来却演变成了一场极为严重的踩踏事件，造成了上百人身亡，震惊了全球各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谈谈梨泰院踩踏事件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10月29号的晚上，在首尔龙山区的梨泰院商圈发生了韩国史上最惨重的踩踏事件。韩国官方出动了400多位的急救人员，140辆救护车前往救援，但伤亡仍然非常的惨重。截至我们录影前，已经累计有151人受伤，156人身亡，包含外籍罹难者26人。此外，也有几位名人在事件当中丧生，包含了参加过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的男星李智翰，跟职棒啦啦队前队长金友纳。而当晚罹难的101位女性跟55位男性当中，大多数的人年纪都不到30岁，甚至其中有6个人还只是国高中生。目击者形容，事发的当下呢，根本就像是恐怖片，人群就像是骨牌一样接连倒在彼此的身上，叠了5到6层，被压住的人根本无法动弹，很多人也被挤压到呼吸困难。悲剧发生之后，韩国官方宣布进入全国哀悼期，演唱会等等的娱乐活动也悉数停办。但在哀悼之余许多韩国人民都在追问，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那今天我们会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看当晚的事发经过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伤亡？而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厌倦了总是狂喷口水却没有什么在讨论政见的选举吗？那你或许可以来看看绿色和平的政见选务所。在这个网站上面，你可以抽离各种颜色跟对立，从14项主要的政见当中，针对最在意的议题定制你想要的好政见。而绿色和平也会集结大家的选择，要求各县市首长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回复公开提出相对应的政见。我们相信只要越来越多的选民开始谈政见，那候选人也势必要端菜出来正面迎战。现在只要到这支影片的资讯栏上政见选务所定制政见，并单笔捐款300元以上，还可以获得限量的 Vote for Earth 纪念徽章。11月26日，让我们一起为理想生活投票吧。位于首尔中心的梨泰院商圈，由于靠近美金基地是当地外国人的集散地，同时也是韩国年轻人享受夜生活的热门场所之一。那里餐厅、酒吧还有夜店林立，再加上不少热门的韩剧在当地取景，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的观光客。而早在今年之前，这里的万圣派对就非常的有名，几乎每年的万圣节期间，梨泰院的街道上面都可以看到奇装异服的年轻人。而各家业者也会发起许多的活动，比如餐厅推出的促销优惠，或者是旅行业者举办的万圣酒吧巡礼等等。简单来说，所谓的梨泰院万圣节活动，并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活动，而是梨泰院在万圣节期间行之有年的派对风气。很多人都会在周末去感受一下那种气氛。在疫情爆发前呢，2019年的万圣节就有超过10万人涌入梨泰院商圈狂欢，享受五光十色的夜生活。但是今年的梨泰院万圣节派对却在途中变了调。10月29日周六下午呢，大量的人潮开始涌入梨泰院，到了晚餐时段，那一带就被挤得水泄不通了。而踩踏事件则是发生在晚上10点之后，地点主要在梨泰院地铁1号出口旁的一条小巷里面。监视器画面显示，大约10点15分的时候呢，巷里面的大量人群开始试图冲进附近的店家避难，而同一时间，警消单位也开始接获好几通的求救电话，随即出动赶往现场抢救，但进展却相当的缓慢。根据目击者描述，在有人跌倒之后，周遭的人就像骨牌一样陆续的倒下，随后人群开始恐慌，往不同的方向推挤，又有更多人跌倒或被紧紧的夹在人群当中无法动弹。还有生还者表示自己受困人群当中长达1个小时。10点43分，官方发出了第一阶段的警报，也已经出动了大约30辆的救护车赶往现场。但也有目击者表示，尽管他在10点半左右就听到附近响起了警笛声，但救护车却隔了好一阵子才抵达现场。而到了11点多，陆续有更多的救护车、急救人员抵达，开始运送跟救治伤者。而此时呢，路边已经有数十具的遗体用毯子盖住了。与此同时呢，这件事情上面已经在网络社群上面炸了开来，非常多人都开始讨论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关于这件事情的导火线呢，许多生还者都表示，在事发之前，人们只是卡在原地动不了，但突然有一股很强的推力出现，事情才彻底失控。而那股推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则是众说纷纭。在第一时间呢，韩国社群媒体上面就开始流传，当晚事件的起因很可能是那一带有药头在街上发放掺杂毒品的糖果，导致吃下糖果的人们躁动，进而引发了推挤。这个传言呢，很可能是因为梨泰院一带长期有毒品泛滥的疑虑，而且当地警方也在几天前宣布要在万圣节期间加派警力缉毒。不过事发之后呢，韩国警方表示暂时没有迹象显示事件跟毒品有关。另外也有韩媒报道，疑似是那条巷子当中出现了名人，人们为了追星蜂拥而入才酿成了悲剧。而官方公布的名单当中也证实有几位名人过世。此外呢，韩国直播主 K 因为事发当时人就在巷子旁边的酒吧当中，而被一些网友指责是罪魁祸首。但 K 后来澄清他到现场时人已经很多了，而且他是被挤进酒吧里的。等到警方到场管制了之后呢，才得以离开。而追星酿悲剧这个说法，同样也没有获得警方的证实。多数的媒体认为从现有的证据看来，人群开始推挤的原因，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要等待警方后续调查才能够厘清。不过，媒体普遍认为事发现场的地形是让这次事件这么严重的主因之一。这次事件当中，主要伤亡发生的地点是一条长约45公尺、宽约4公尺的狭长窄巷，而且南北两侧出口分别连接地铁站所在主干道梨泰院路以及餐厅、酒吧林立的世界美食街。所以，当人群从两侧的大路进入小巷时，人群的密度也就不断上升。再加上当时有大批人潮吃饱饭要回家，南下往地铁站走，但又不断的有人从地铁出来，要北上前往美食街，因此堵住了南侧的出入口，导致双方互相阻挡，陷入了进退不得的窘境。而此外，同样致命的还有这条巷子北高南低的地形。这里的坡度呢，大约有10度虽然不算是太陡峭，但是呢，比起平地还是更容易让人跌倒。而且当有一个人站不稳，身体很可能往低处倾倒，让下方的人跟着被推倒，导致人贴人的情况出现。在事发的现场当中的影片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在上方的人扶着墙避免自己往下跌，也试图拉起下方的人，但却没有办法。在最前方的人呢，被压住承受着后方好几个人的重量，导致他们难以呼吸，甚至当场昏迷窒息。在梨泰院这一带呢，有许多像这样子的斜坡跟窄巷，甚至主要事发地隔壁的窄巷当中呢，也有零星的伤亡发生。可以说，这一带呢本身的条件本来就不适合聚集太大量的人群。有当地的店家老板说，他一直觉得总有一天会发生意外，因为这里总是人很多，而当晚的人潮更是比平时多了2倍以上。在前2年，韩国因为疫情有群聚的人数限制，然后戴口罩等等的规定，所以许多梨泰院的店家万圣节期间没有办活动，有些更干脆休息。而今年韩国防疫解封，并在9月底正式的解除了口罩令，加上国境重新开放，海外旅客回流，所以吸引了比前几年更多的人潮。警方初步统计当晚梨泰院商圈呢约有10万人聚集，但人数可能还要更多。根据首尔交通局的统计呢，当天光是乘坐大众交通工具到梨泰院商圈的人就超过了16万，而不受控制的大批人流不止挤爆了小巷弄，导致踩踏事件发生，更耽搁了救援行动。根据报道，当地警消单位呢在10点15分接获消息之后就赶往现场，但是当晚因为街区人潮太多，警消人员跟救护车都难以在第一时间进入事发地点，甚至还有一些人误以为警察跟消防车是万圣节装扮的一环而没有让道。朝鲜日报指出，几乎在事发的1个小时之后，救援行动才正式的展开。有救援人员说，当时缺氧窒息的人很多，必须要在4到6分钟内进行急救，否则大脑会受到严重的损伤。但等到把人拉出来开始急救时，许多人早就已经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回天乏术了。当晚至少有13人当场死亡，后续呢有100多人在送医后宣告不治。在事发之后，韩国人民悲痛之余也积极的想要究责，多数人的矛头呢是指向韩国当局，认为他们防范不力，没有进行人流管控。而从韩国各级单位的说法来说呢，他们是有预估到当天梨泰院商圈会聚集10万左右的人潮。事发前一周呢，当地警方还曾经宣布会在万圣节期间加强维护那一带的治安。当天呢，也派遣了远多于过往的137名警力在现场。但韩国媒体指出因为当天不是特定单位主办的活动，而是人群自主
聚集，所以官方没有进行人流管制，警方也把重点放在缉毒，所以没有固定配置在人潮密集区。许多灾害防治的学者也谴责官方完全没有在事前指派任何的单位采取任何措施来管制车辆跟行人的交通安排动线，让本来可以控制或预防的事情演变成一场灾难。而事发的隔天，不仅总统尹岳锡、首尔市长等等的官员都没能解释为什么没有做好防范措施，内政部长更说这不是提前部署警消就能解决的问题。那虽然官员们后来都一一的为失言与维安失当道歉，并承诺彻查与改革，舆论的怒火还是持续的燃烧。周二，警方应民众要求公布报警记录，其中有显示当晚从6点半开始就陆续有11通电话反映梨泰院人太多很危险，甚至可能压死人，需要管制。但警方最后不是没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疏散人潮，就是根本没有出警，再度的引起了韩国社会的一片哗然。我们这一次看到新闻的时候呢，心里真的震了一下，因为在我们原本的印象里面，踩踏事件虽然很危险、很可怕，但好像还是蛮罕见的事情。但就在10月初，印尼才刚发生过一次，不到1个月之后，韩国又发生了伤亡更惨重的踩踏事件。那我们觉得除了去探讨事件成因之外呢，在疫情解封、大型活动恢复的现在，我们或许也可以提高一点点危机意识。所以我们这边也整理了一些自保的方法，比如在活动开始前，可以先判断现场人潮会有多密集，有没有相应的警消人力安排。再来就是万一身处拥挤的地方时，该怎么保护自己。根据专家说法，如果1平方公尺里面聚集了6个人以上，就处在危险状态了。因为一旦有人跌倒，周遭的人就会跟着摔倒，进而相互堆积，而站直的人也可能因为前后的挤压而难以呼吸。事实上呢，在这类事件当中，主要的死因都是压迫性窒息，而不是被踩。所以英文现在普遍把这类事件称作是 crowd crush， 也就是呢人群拥挤引发的事故。所以如果观察到人太多，就要看情况赶紧离开人群。但如果已经挤到走不出去，就要尽量侧身，并且双手抱胸来减轻胸口承受的压力，维持呼吸，并且远离墙壁、柱子等等的障碍物，同时顺着人群移动来保持体力。那万一跌倒的话呢，则要用手保护头颈的部位，并且采取盘腿的坐姿，比起躺姿呢更不容易被踩到，也能够留出一些空间给心肺维持换气。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其他更详细的建议，我们有列在资讯栏的延伸阅读里面，强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那当然，这并不代表以后大家都不能够去人多的地方，只是虽然遇到这件事情的几率很低但多认识一点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真的可以救我们一命也说不定。好的，那最后呢，就想来问大家，你如果要预防这种踩踏事件发生，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毕竟事件要发生基本条件是人群，所以提高人们在这方面的认知跟危机意识比较重要吧。毕竟人群聚集的状况很难避免吧。如果事先呢就预期到人数很多，政府应该要事先做好准备吧。自己办活动营业赚钱的店家应该有责任去做相关的人流控管跟秩序维护吧。离这种事情几率真的很低，官民应该没有过多久就会忘了，很难预防吧。依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梨泰院踩踏事件是怎么发生的。此外呢，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看韩国总统尹岳锡以及韩国邪教文化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